这一段时间我在那边，其实我很深的感受是，为佛教我甘愿，为众生我欢喜。上人的佛心师志在那边真的很好发挥。曾经走过佛陀走过的足迹我们很有福，不管是灵鹫山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或者蓝毗尼的出生地等等，这个都是一直在不断回忆让我们在80天中常常要提醒要离佛近一点只要善人想要翻转，我们一定会努力。那现在我们都常住在佛陀的故乡嘛我们在那边入人群，我们就是讲无量易经，遇到法师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去讲无量易经。每天早上8点去寺院陪着法师们诵经，诵完了第一部，那我们就来分享。那我就会跟他讲好像送到若人刀杖来加害恶口骂辱终不成这样的，我就会把我们的慈济人慈济士陈秋花师兄朱金才师兄尤其是那个胡光中师兄在那个911事件爱洒人间那一首歌的事件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他们都很欢喜，都可以接受原来你们慈济人是把经典落实在生活中，落实在苦难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很发喜。佛陀时代啦，他发现了人间疾苦是佛陀，他的大心慧眼，他的心开阔，他的眼呢很透彻的看见人间的真谛，所以他才会觉得不是有形的东西可以去帮助，需要的就是精神理念方向要正确，才能永恒为人间永续的把法传下去。所以人生的生活要如何生活？生活呢，少不了了身与心，如何发心，如何呢这思考正确，这都最重要。所以讲我们大家学佛，似乎一定呢期待大家人在佛陀的精神理念，我们要学习，不是求名不是求财富想一想，佛陀他是求名吗？不是，他是放弃了名与利，他是专心求觉悟，才会呢2000多年前的悉达多，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假如那个时刻没有这一念其实就没有今天的我们要学习的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感佛恩，没有这个身体，不知道现在在哪一道都不知道。感恩父母与你过去有缘，所以呢，你跟父母有缘就来到他的家庭，更要感恩佛恩父母恩好在呢，现在有慈济，慈济呢是开门见山，开了这个心门，你就看到了康庄大道，你就看到了慈济了。慈济是真实道，让你步步踏实，都是向前，没有岔路。只要你一念正信行，就是这条路走过就对了。
如果不是去尼泊尔或者是印度，也许我们现在都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过着很舒适的生活。那天心怡师姐说一句说，上人说，如果我们过度享受，是会掏空我们的慧命的。这句话让弟子非常的震撼。我们不想慧命被掏空，因为弟子总是从心里在想，只要上人想要救拔众生的时候，要记得有弟子在。弟子很想借这样子的见苦知福的因缘，修得自己清净的身心口意，结得永生永世的清净法缘。我也感恩你们啦，还有你们的家人啦，总是有他们扶持你们，我才能安心哈。你花心啊，可以在那里哈，师父想要讲的话代替我去说，师父想要做的呢，代替我去做。那真正的呢，让我在为佛教、为众生，可以真的呢，真的实在力哈，走到了当地去。您替我去做掉了，要不然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只能坐在这里空想、空看，想做做不到，就是因为有你们代替我去做，感恩啊！只要我们有发心，肯开步走，这一条路呢，没有困难，总是呢，步步踏实。步步踏实呢，就是菩萨起步啦，牙卡起来，一步一步行去，那就不怕呢。佛陀的道路有多远？只要踏步，唔惊路遥，不怕路遥远，怕的呢是我们眼睁睁望的路的尽头，两只脚没有办法踏出去。对慈济人，我很感恩，人人啊都是步步踏实啊，不怕辛苦，真感恩啊！尤其是恁去尼泊尔，天天太阳一出，我就会想到了那个地方的太阳比台湾的太阳热度啦高得很高，而且你们去的呢艳丽啦，是没有选择的，就是要顶着大太阳，要走入了那样的脏乱不堪的小茅草屋里去。下雨啦，应该也是雨水滴滴落啦。那出太阳，相信呢，一个洞一个洞都钻进去，所以会想到了，我有一群啊，真正的发大心的人间菩萨在那里，看到他们那样的生活很想有力量，我们尽量帮助他们。现在有的力量啊，人世间的时间总有限，就是要把握现在有力量、有因缘，就要赶快做。所以万般带不去，有因缘可做的成就福缘啊，是紧紧跟着我们走。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在有因缘的地方，我在这里呢，也是把握因缘，把握大家呢肯听我的话，肯相信我的方向，大家愿意呢这样的随着因缘去走去做，所以我也不敢呢放松。任何一个人来到台湾，要学佛的，不管
哪一个国家，我就对着他们的姻缘呢，赶快呢鼓励他们就地的地方能去付出，总是都要去付出。这就是我能做到的因缘。不管现在多少年纪了，现在还是感觉把握今生的因缘时间，咱才有法度在这一生中啦，那个因缘靠得住、拉得住，所以不要放弃了时间因缘。所以也给您祝福把握因缘，我们大家携手相牵，为苦难人来付出。